所以你就把段龙雀忽悠过来？要我是半莲啊，一进云北就打退堂鼓了。我怎么觉得有一阵没见着他了？晚饭时他是不是也不在啊？到了云北后，他就离开单独行动了。跟着温仙姑这么多年，他不会什么都没学到。我提的建议对他们又没什么坏处，雀龙也很清楚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，不然他不会让半莲千里迢迢的跟过来。祝长乐朝秋离咧嘴一笑，倒得满满的。喝了我的酒，就要回答我的问题啊，秋离。秋离杯子都不拿了。你之前都喝了我多少了？吐出来还给我不算，买来还给我的也不算啊！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问你答。秋离看他一眼，端起酒杯，慢条斯理地把一杯都喝光，又把杯子推了过来。你不会是打算就是不开口吧？哦，你写也是可以的。问，为什么云北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都矮小啊？大概和水土有关，以前好些，倒退了。那我家里人不会受影响吧？小安安才这么大点儿。想多了。秋离，你知道原因吗？听到说之前近1年没有知县。秋离，你说话好多嘞。接着说。官员派人有规定，不能如期到任，后果自负。这里却如此久没有知县，早被放弃，牺牲这里的人和水寇互相消耗，保后方平安。是我没听懂吗？用这儿的百姓和水寇消耗，那他们的生死呢？因为出生在这儿，他们就该死吗？所以官安敢挖断河改道，所以他们要死死地踩着云北，不能让云北翻身。云北要是翻身了，武安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地方。很好，这个河我通定了。这和云北的身高普遍低下有关吗？秋离蘸了酒水，在桌上画了挨着的2个圈。云北圈养在这儿，相邻只有固安，2县相交之地，你觉得是用来挡谁的？云北种粟，1年可2季，主食却是糠和蔬。那白白胖胖的米呢？1赋税，2被抢，常年以糠和蔬为食，如何长高？被抢是他们另一种保平安的方式吗？知道他们会来，适当的给他们抢走一些米，但是大家都能留下命来活着。若是这样，须得有个为主的人吧？那为主的人是谁？几人面面相觑，这个问题有点危险。没有知县时，县城代行其职。若是真如此，我爹的乐子可就大了。这里的人活着可真不容易。等等，这里将近1年都没有知县了。秋离点点头。这个地方不像1年没住过人啊，以那个荒废度不超过2个月。这个可以问的，明天问问爹。爹回答不了，还可以去问县城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想知道另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啊？为什么这么了解云北的情况呢？自然就知道了。那肯定知道的不止这一点点，你得允许别人有他的消息来源嘛。你们丐帮不也有一套自己获取信息的方式？你看，我都懒得问你。定定耸耸肩，不再问了。丁丁，想干什么？直说。不是要坑你。你还知道你常坑我啊？要不要听了？你说。不就是想让你走一走丐帮的关系吗？那些人啊，才是真正的地头蛇。论收集消息，谁能比他们更灵通啊？这里可未必有丐帮弟子。怎么可能没有？这哪个地方没有乞丐嘛？别说的好像你不知道，并非所有乞丐都是丐帮。你就不能出息点，把他们变成丐帮弟子吗？要是能将一个本来没有丐帮弟子的县城发展成丐帮的一个分堂口，你说是不是你的本事？就这么个破地方，谁稀罕？稀罕，我稀罕还不行吗？你那么相信大哥，那我也信了。就当云北真的可以发展起来，那你不是还拐了个帮派吗？你再忽悠半莲，这事基本就定了。到时候这么个小地方能扛得住2个帮派？那就看云北最终发展成什么样了。而且大哥说这里可很大呢，你要相信他从来都是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啊吓死人。你兄弟小事不屑出手，他只干大事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倒也未尝不可。我丐帮只是在这里有个堂口，碍不着多大的事儿。而且既然是自己人，说不定还可以联手干点啥。我得要点人手来。小瓶盖，回头我写封信给你，你顺便给我送出去，让他们快点，赶在断龙雀之前，我要把堂口弄起来。雀龙那里没那么快，国家代口那么多人，而且半莲想要了解多一些，也不是几天就能做到的事。
丁丁，你说的对，我得再忽悠忽悠他，不能让事情出现意外。云北现在的情况，他会有多远跑多远。秋离撑着头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，看他们三言两语就将事情定了下来，这样的朋友难得。外边突然传来动静，靠着门的蓝萍听了一耳朵，立刻把门拉开。李大哥，左清正拧了帕子往主子头上敷。烧得厉害吗？是，忽的就烧起来。你和徐正一直守着。是。也就是说并没有耽误。底子太差了，症状太复杂，我看不准。他心都高高悬了起来，小心地送了些气过去。怎么样了？和以前一样，一发烧就昏睡过去了。小安也病着，长宁，你回去照顾，别在这里过了病期，再让小安病情变复杂了。是。祝长宁应着，但还是走了进来，在床边站着看了看大哥的情况。对，把药方找出来。娘，家里的药材都带上了吧？带上了，尤其是常王用得上的都带齐了。一会儿大夫看过后给他看看药方。大哥的病情如果没有变化，咱们就还用以前的药方。老和尚说过，药方轻易不可换。好，我去把药材都找出来。大哥不会有事的。大哥就是累着了，肯定没事。固本培元，比不了回元丹。现在可以用吗？退烧后身体最虚弱之时可用。有道理。祝长乐将药瓶塞入怀里拍了拍，是他的了，然后指着面前那一堆的药瓶无比大方。你随便选，看上的都可以拿走。全部？你亏了，至轻的药无价。老和尚说过，药用在对的人身上才是无价的，所以我用这些我暂时用不上的药来换对大哥有用的药，我不亏。秋离看着随意丢着的药，突然笑了笑。回头我让老和尚专门给你做治嗓子的药。汤大夫麻烦了。汤大夫，你赶紧看看我大哥。大公子的身体底子太差，最忌讳过度劳累，现在病症发出来了，反倒不是坏事。您看看这方子，大哥现在可用否？这方子妙才呀，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啊？是京城的黄御医和玉溪堂的柳大夫一起会诊所出。哎呦，老朽开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子了。大夫的意思是，犬子眼下的情况可用？是，不过……快说，别说话留一半。这云北贫瘠，这药方上的药多数老朽那里都有，这两位恐怕整个云北都未必能找到。汤大夫，快请帮忙抓药，家里什么药材都有。汤明行动上半点不含糊，提上药箱就跟着走了。这里我看着，您回去歇息吧，顺便把娘带回去，别硬扛着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得服老。这话你当着你娘的面说去。我不敢嘛。出了屋，见到在外等着的梁婆婆，一点儿也不意外。祖母老当益壮，但也需要好好休息。梁婆婆，你告诉祖母大哥没事了，就等着吃药呢，都赶紧休息吧。好。本已退烧的小安又开始烧了，祝长乐没有进去，扒着门听大夫说话。孩子不足月，身体本就弱了些，小时难免会比平常孩子多些病痛，养到3岁之后就会好转许多。所以像小公子这般退烧后再次发烧的情况，之后可能还会有。大夫的意思是，就算这次退了烧，今后还会再烧？是。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那还是继续用之前那个方子啊。小公子没其他病症出来，眼下的情况是可以的。劳烦汤大夫，家中几人皆有恙，还请汤大夫在府中留上几日。这老朽白日须得在医馆坐堂，不知大人能否让老朽白日里回医馆，晚间再过来？是本官为难大夫了。那就依大夫所言。那现在呢？就不管小安了吗？已经让人去煎药了，怎么会不管小安呢？别太担心了，汤大夫就在家里面住着，若是小安再有什么情况，就不会耽搁了。可是药还得等上许久，就让小安这么烧着吗？可用温水给小公子泡上半刻钟。这法子不伤身体，且能让热度降下来。只是小公子还太小，不宜久泡。
多谢大夫。季娘子，你去准备。是。该说的都说了，汤明提起药箱告退，祝长宁亲自将人送出屋。看到妖媚一愣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听到大夫的话了，小安烧得厉害吗？和之前差不多，就是吵闹了些，无大碍。那就好，我去照顾大哥了。长乐，好好照顾大哥。放心放心，我有经验。哦，长乐来了。啊，是，刚走了。上心些，孩子身边不能离人。是，扰您休息了。祝茂年摇摇头。老和尚那儿离我师父近，你顺便去帮我看看师父出关了没有。如果出关了，你就告诉他，他徒弟都快被欺负死了，让他快来云北救命。放心吧，一字不改的告诉他。那你也要早点回来。会尽快的。祝长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兰萍现在是回家，你这里不叫回来，叫过来。走吧。祝长乐不理他，兰萍早习惯了他的不按理出牌，翻身上马，走得利落干净。本来我都想好了，回家一趟就去找你们一起闯荡江湖，那日子想想就美。现在我只能拽着定定，让你也去不了了。祝长乐，你居然如此用心险恶！定定抬起脚，在他身后装模作样的要踹。秋离若无其事地将一片叶子扔到地上。你朋友不就是有难同当的吗？前提是有福同享，你让我享福了吗你？我在海岛独自待了2年，天天玩好，都没让师傅把你扔过来陪我，还不够仗义？我出去转转，摸点消息回来。不吃早膳啊？丐帮弟子在外边还弄不着吃的。定定潇洒地挥挥手，那样子看着还挺嘚瑟。秋离，就剩你了。怎么用我？嘿，不敢。如果你主动再寄一点点云北的消息给我，我会很开心的。这么一点点就够了。拿什么换？我拿个秘密跟你换。秘密在我这儿最不值钱。因为你知道很多秘密吗？但是如果你主动再寄一点点云北的消息给我，我会很开心的。秋离不说是也不说不是。秋离，你嗓子没那么哑嘞。秋离，你是不是很久没说话了呀？秋离，秋离，秋离。秋离觉得身边突然热闹。兰姑娘天亮就走，听她那意思，应该是忙完就会过来。子明呢？童公子一早就出去了，应不是离开。让他们将消息汇总上来吧，无需过滤。是。大哥，你应该休息，不是有我吗？大哥，云北的酒特别好喝，比我喝的很多地方的名酒都好喝呢。喝过很多酒。外师傅他可是个酒鬼。我不能喝酒，对酒倒是不甚了解。既然你说好，那自然差不了。觉得这个买卖能做？特别可以。大哥，你当时看上这里的什么呀？不是酒吧？我想破头都没想到。你说酒好，我才将它计入可用的资源之中。爹这2年被针对的太厉害，在京中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若我们离开，没有了爹的保皇派实力大损，必得蛰伏一段时日。没有了必须联手打击的敌人，那2派就得斗上了。正是，云北几乎算得上是孤悬在外，这里确实很穷。大家都看不上的好处就是这里没有任何人的势力，爹在这里想做什么完全不会被掣肘。爹爹想做什么万世流芳的大事？有人恼生反骨。大碗现在远没有到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地步吧？怎么看都气数未尽啊。皇权式微多年，重臣手握权力过大，生出野心并非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我们在云北可以做什么呢？就算真有需要，进京秦王的时候，我们不也什么都没有吗？懂得不少嘛，把地图拿来。大哥，你比我们常在外跑的还熟悉大宛国呢。越是出不了门，越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。若论对这个国家地域的了解，我自然不逊于任何人。大宛国内河4通8达，随着造船技术的精进，水运越来越发达，甚至在某些地方水路的利用已经高于陆路。但是这一点一直仅限于内河，明明水运已利用得如此之高，水师的战力却等同于无，连水寇都对付不了。凡是靠海的地界都深受水寇之苦，说水寇是吸着这些地方的血存活着都不为过。那些地方都像云北一样被舍弃了吗？那倒也不曾，那些地方多少还有些防御工事，后方也会给予一些支援，不至于像云北一样完全被舍弃。所以云北一直被抢得最惨。爹爹和大哥想改变这个情况，果然是件万世流芳的事。爹爹之前是文臣，而且是重臣，万不能插手军中之事。
现如今他是一地父母官，训练当地人手对付水寇，谁也不能多说什么。至于之后事情能做多大，能不能万事流芳，得看最后做成什么样子。云北独自面对水寇多年，已经积攒了些许经验。据我所知，近几年他们组织过几次和水寇的对抗。所以大哥和爹爹才会选择云北。那京城不会生变吗？这事儿非短时间内能成，要是那些人造反成功了，爹爹做再多，最后都逃不过一个死字。他们绝不会容忍爹爹掌握武力的。我们敢离开，就是看准了京城短时间内乱不了。我留了后招在京城，过不了多久，两派的平衡必定打破。他们实力相等，非短时间之内可决出胜负。总觉得大哥，你想做的不止这么一点事儿。自然，他们盯着眼前那1亩3分地的利益，我想要的却是这里。海里的鱼是挺多的。大宛这些年的造船技术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大哥果然最厉害了。长乐有一半的功劳，之前的计划有不少都只能勉强施为，还不能保证结果如我所愿。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这心里才真正有了底。断龙雀。对，之前我并未将武林中人算入其中，若有他们相助，此事能成的可能就大了许多。大哥，你不知道武林中有誓约的，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违背了，你要做的这件事也肯定呢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可既然是我把他们拐来的，我就不能把他们置于违誓的档口。武林曾被血洗的事情我也了解过，放心吧，大哥不会让你为难。可是无论哪方势力，他们总归是要吃饭的，对不对？祝长乐眨眨眼，偷笑着连连点头。要说偷换概念，谁能强过大哥？大哥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怂恿定定在云北建了一个丐帮的分堂口，到时候呢，能用的人就更多了。还有，固安截断的河，我肯定会通了的。到时候再让小瓶盖来云北呢建个曹帮的堂口。等等，不行，云北装不下了。到时候我问问他，固安有没有他们的堂口，没有就去固安抢地盘去。这么用他们不会生你的气吗？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们是朋友啊，朋友有难，他们难道不帮我吗？我帮他们抢地盘的时候也很卖力的，砍柴不误磨刀工呢。咱们啊，先把病养好，睡觉。长乐说什么都对。那当然。好好招待你的朋友，这次多亏他们了。父亲本想亲自向他们道谢，我拦着了，想来问问你如何做更好，现在看来并不需要。小瓶盖和定定不需要的，凤姑是我的人，有什么自然也是我承着。半莲他是有目的而来的，我一说不好的。就是秋离，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和我家有什么关系，我肯定是不认识他的。要说是师傅的什么人，这些年我也从不曾听他提起过。秋离又说是家里的故人，不知道爹爹是不是有想起来什么，找个机会啊，我问问他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他是需要我们郑重道谢的？说不定还不用呢，如果他是来报恩的呢，是吧？那不就扯平了？最是人情不能欠，要弄清楚。这种事啊，交给我来头疼就行了，我能处理好的。大哥，你别管了。好，大哥不管。那你快睡，我出去了，我就住在隔壁，有事啊你喊一声，我立刻飞奔而来。你二哥是不是听话些了？他敢不听话？不听话就再揍，还用祖母那个手杖？祖母说了，我要用啊，随时去拿。半莲不在城里了，具体去了哪个方向却不知。能被温仙姑带在身边多年，宁可将人杀了也不放出去，果然是有原因的。那需要我去找他吗？不用，我虽然有心将断龙雀拐过来，却也不打算哄骗他们。云北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他要是有魄力，愿意赌一把自然就来了。若是瞻前顾后，这个帮派也存活不了多久。无论是为着什么，温仙姑都会要收拾他。若雀龙真是少了一分魄力，那云北就要失去一大助力，您怕是需要留在这里更久了。凤姑，我哪儿痛你就戳我哪儿，是不是？凤姑不敢。是得做两手准备。我大概知道大哥的打算了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曹帮的作用就大了。如果雀龙最后决定留在原地和温仙姑硬碰硬，我就让小瓶盖来云北建堂口。反正本来我就有这个打算，不过是从固安搬到云北嘛。是个法子。不，我还是觉得雀龙会来。这段时间啊，他
他指不定再怎么打听我住家呢。知道了我爹的风光历史，再把我算上。要是还不敢赌这一把，那我就真要看不起他了。是，半联那边你不用盯，随他去帮我盯着汤大夫。啊，他有问题？是不是有问题？我再看看。好，秋离，秋离，小长乐来啦！秋离住的客馆靠近竹林，微风吹的竹叶刷刷作响，静雅之余多了几分闲适。可以在这里弄个吊床什么的，再准备些吃的喝的。嘿，想想好像还不错呢。要求这么低吗？和温仙姑那仙境呢，自然没法比，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苦中作乐嘛。怎么，你还嫌弃啊？这吊床能不能弄起来都悬，离书斋太近了，爹爹肯定要和我抢地盘的。哎，秋离，我们去前院看看吧。秋离无可无不可，反正闲着。祝长乐拽着秋离到左边房屋的墙后躲着。哇，我爹爹穿官服真好看，七品的也好看。秋离，你说是不是？祝长乐看离着县衙远了，才松了手。秋离，我要和你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秋离点点头。你现在能说话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和我爹是什么关系呗？故人。你多大？我爹多大呀？你们哪来的不信。故人之子。故人是男是女？女。你娘亲？秋离点头。所以是你娘认识我爹？你娘亲知道我爹爹有难，所以让你来帮忙。有什么问题？你爹也认识我爹吗？没有父亲。没有父亲？娘那里必须瞒着。爹爹那里要说吗？爹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秋离明显比大哥小，比二哥都小，那就是在三姐之前。那段时间爹爹有离家吗？哎呀，他大半年不在家呀。不对，那时候还没他。这怎么办？回去问大哥二哥是肯定不行的，问娘更不行。那问问祖母？不行，祖母年纪大了，现在本来就受了累，需要多休息。不能拿这事去烦他。是我没有，不是你没有。我就是觉得我有你没有，你吃了好大亏。那以后我要管你叫哥吗？叫哥？叫他哥好像也不赖啊。叫哥。那这一路秋离看着他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心里得多难受啊。我们是不是哪个地方没对上？我没爹很奇怪。每个人都有爹爹，只是有的人有爹爹陪，有的人没有。所以你觉得我们共有一个爹？不是，没有。你是说我们的爹不是同一个？秋离不想理他，转身就走。祝长乐立刻跑到秋离前边，张开双臂，土匪一样拦住去路。走反了，我们去看看海去。秋离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站那儿不动。祝长乐上前拖着他就走。快，到了！这里是个港湾，附近却也没有停着艘像样的船只。秋离，你看。秋离，你至不至于啊？臭，让我看什么？那里，这难道就是他们的船吗？祝长乐指着水里沉浮的竹排问秋离。我对云北的认知有限，这一点却不知。你要买吗？我要买一些蟹，你有吗？有的，大，个头很大。个头是挺大，我都要了。啊，这很多哦。家里人多，就这些啊，都不知道够不够吃呢。我荷包忘带了。在这里。这些够了吗？哟，多，太多，不用这么多。梁婶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要买我的蟹，没有人欺负我。梁婶儿的蟹是码头上最好的，你们要买多少？我和老婆婆说了，这些我都要，不过我们没有带东西，只能连着篓子一块儿买了。篓子不值什么钱，这个蟹要不了这么多，这么多银子，这里100个铜板，100个铜板就够了。不如这样，这银子就当是定金，今后每天这个时辰我都来拿一篓子蟹，若你们能捕到难得的鱼，也可卖给我。什么时候你们觉着这够抵这块银子了，这买卖就算完了，如何？好。
云北的话还挺好懂的，你们听官话呢，容易懂吗？能听懂一点。哦，县城有几个码头啊？就这一个。哦，这里不是靠海吗？怎么会就这一个码头啊？男人眼神游移，低头不回话。也对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。哎，小哥，我再问问你，为什么你们都用这竹排啊？我一艘船都没有见到。我们竹子多，我们这儿竹子多，费得起。那个婆婆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海啊？梁叔动不了，只能梁婶出来。那她没有子女吗？没了。没了。也对，是他太没脑子了。要不是实在没了办法，又怎会让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出海？幸好不是当面问的老婆婆。徐正迎面过来，看到四小姐，连忙过来见礼。四小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大哥醒了没有？大公子未醒，小的出来置办些东西。您这是？买了一篓子蟹，不少呢，回头啊大家都有的吃。对了，你顺便帮我买一些黄酒，吃蟹怎么能没酒呢？徐正笑着点头应下。去吧，别耽误事儿。是。一会儿让人给我爹送两个去。可惜他在衙门里，不能给他送酒。小人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又不吃人，你起来吧。我真的不吃人，也不会动不动就要你们脑袋。官员家眷是没有那个权利的。男人不敢违背，低着头站起来，身体弓着，腰塌着，将篓子放下，你回转去忙吧。男人二话不说，退着走了几步，离开得飞快。四小姐，您回来了。夫人让下边单秀活的娘子给您做了身衣裳，放在客馆您住房的隔壁了，就照着您身上穿的这款式做的。说有哪里不好，您尽管和我说，我再让人改。待我谢过祝夫人。换下来的衣裳您放在隔壁房间就是了，待洗涤好了再给您送回去。劳烦。老太太说半天没见着您了，盼着您呢。我在的时候嫌弃我，走开了又说盼我。大人的心思啊，总是变来变去的。屋里檀香袅袅，这是老太太惯来喜欢的味道。家里既是家里的事，便和在京城时无甚区别。你做主了便是。孩子还烧吗？退了后又烧上来了，好在烧得不厉害。那便好。不足月的孩子底子差上一些是正常，没有其他大毛病，已经是祖宗保佑了。倒也确实如此。许氏半路生产，月子没做好，若是落下病根儿，将来太过吃亏。媳妇儿已经让人去打听了，请个擅长这方面的人来帮他养养身体。该给他的怎么给都不为过。不过在咱们祝家，没有懂事反倒要挨欺负的道理。你想当个好婆婆，人家却也未必就认可你的好。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，受不起好，便让他受着点威也不错。是，这一点媳妇儿看明白了。您心慈，自媳妇儿入门至今不曾受过半点搓磨，便想着也做个您这样的好婆婆。只是没想到人心如此易变。我还记得初入门时她谨小慎微的样，哪能想到这不过短短2年，她就想着和长乐互变苗头了。要是长乐是那挑事儿的小姑子也就罢了，她作为嫂子受了委屈，吹吹枕头风也说得过去。可长乐何曾说过她半句不好啊？好话反倒说过不少，她怎么就非得和长乐争个长短呢？长乐又哪里对不起她了？这一路风里雨里受伤流血的护着这一家子，最辛苦的就是她。祖母，您盼着的小长乐回来啦！有的人呀，真是不经念叨。您这么说，那我可走啦。祖母盼着呢，你一走就盼着了。快过来，让祖母看看。半日不见呐，咱们小长乐是不是更讨人喜欢喽？那必须是，我本来没打算出去的，是娘赶我。你倒说说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为什么赶你啊？我来帮忙的。来帮倒忙，让李娘子他们多忙活了好一会儿呢。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你去海边了？去了码头那儿，还买了一篓子蟹回来。祖母娘，
你们都没见过海吧？等我把这地儿摸熟了，找个最好的位置带你们去看。好，那祖母就等着啦。屋里一片欢声笑语。就不能再去请个大夫来看看吗？便是汤大夫来不了，请其他大夫也可以呀。说不定此地有医术更好的大夫。徐正未把汤明请来，就是打听过了，他是云北最好的。他之前便说过，只要没有出现其他新的病症，反复烧是会有的情况。别哭了，你还在月子里，仔细眼睛。我担心小安。让秦娘子来照顾小安，你好好休息。对了，娘说要给你请个调养身体的婆子来把月子里亏的给补上，还让厨房里专门给你炖了滋补的汤，送来了，你多吃一些。是。听着脚步声也远，一脸惶然地看向秦娘子。我总觉着到了云北之后，夫君他有意避着我呢。您不要多想，姑爷连个通房的丫鬟都没有，您又刚给他生了个儿子，怎么会避着你？说句僭越的话，您不要再说四小姐半句不是了，姑爷听不得。可小安分明就是被他抱过之后才生病的，怎么连你也觉得我是冤枉他了吗？我当然是站在您这边的，所以才这般劝你。您看这段时间漂亮事全是他做了，漂亮话全是他说了，家里上上下下谁不向着他呀？您现在要是说他不好，不要说主子们，下人们都会觉得您不占理儿。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您呐，就该吃吃该喝喝，把身体养好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便是留他再久，也早晚是要嫁出去。祝家总不会留个老姑娘在家里让人笑话。夫人交代您的话，您都忘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今后我有不注意的地方，你也多提点我。祝长乐那里，你挑个礼物送过去，再说几句漂亮的话啊。您总算想明白了，放心，一准儿给您办得妥妥帖帖的。你和爹爹说，酒虽然非常好喝，鉴于他正在处理政务，就不给他送了。小的一定一字不漏地传达给老爷。你还不如不给他送呢。那我也不能端去给他闻一闻呀，多影响我爹爹英明神武的形象。哇，秋离，你穿新衣服啦，可还合身啊？不甚用心。不过一件衣服，要说谢也该我们说才是。子明呢？沐浴去了，他之前可能去泥地里打滚了，带了一身泥回来呢。我能做什么坏事？这是吗？都是用家里带出来的布料做的，急赶赶的，先给做了1身，瞧着都很合身啊。就照着这个大小，再给做2身可好？秋离当下道谢，半点没有要拒绝的意思。定定又想要，又觉得这衣服太好，穿着不自在。可在娘亲笑盈盈的视线下，他行动快过脑子的点了头。等大哥病好了，我下海去给他抓最大的蟹。买的还满足不了你了是不是？哎呀娘，我去抓才成心嘛，总有种背着大哥偷吃好东西的感觉。祖母，您喝点黄酒。我试过味儿了，入口很绵的，不冲。咱们小长乐连酒都懂啊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懂的吗？没有啦。哎，二哥，一会儿要是二嫂问起为何吃血不叫他，你可得帮我解释解释啊。可不是我不叫他，是月子里不能吃这个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他吃的那些你也没得吃，这个没什么需要说的，不用在意他。以前你在家什么样，现在就什么样。娘，你看二哥被我打乖了呢。祝长乐。四小姐，二嫂有什么事吗？少夫人遣我来带她向四小姐赔个不是。也没什么。少夫人自知这些日子以来做得过分了，说的话也没过脑子，请四小姐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原谅她一回。少夫人这是怀的头一胎，怀得极其辛苦，又挺着8个月的肚子奔波得这么远，身体实在受不住，性子就变得急躁了一些。现在安稳下来了，她回想之前说的那些话非常后悔，若非实在是身子弱起不来床，就亲自过来和您赔不是了。不用，那什么，秦娘子，你回去和二嫂说，我不在意的，你让二嫂好好养身体，没什么不原谅的。
长乐跑过去拽住秋离的衣袖，人也往他身后藏了半边，想想这样不对，又慢慢把身体移了出来。少夫人说自打四小姐回来，她也没有过什么表示，这是她作为嫂嫂送给四小姐的一份小礼物，还请四小姐一定要收下。不用这样的，反正她是我二嫂嘛，你让她好好休养身体就好了。四小姐，您就收下吧，您收了，少夫人心里的愧疚才能少去一些。是，我要了，替我谢谢二嫂啊。是，奴婢一定转达。礼都送得不甚用心。走，去弟弟那里说。他想干什么？爷告诉我是求和啊。求和也正常啊，都同行走了一路了，他怎么都应该看出来我这个小姑不多事了，而且现在二哥也不站他那边，更不用说我娘和祖母。你看着吧，我娘啊肯定要给他立规矩了。你不会收了人家一个东西就帮他说话吧？他是知道这一点才来巴结你的？我祖母其实是个规矩特别大的人，但她有一点特别好，她吃过的苦都不会经他人之手让别人吃，但她也绝不会让我们孙辈再吃当年我爹吃的苦。二嫂害我们兄妹失和，这是她绝对容不下的。如果我娘不做点什么，在祖母那儿就过不去。这已经不是我哄不哄的事儿了，我也不会去哄。虽然打二哥很爽，可我打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。希望以后一辈子我不要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她现在不是正在坐月子吗？立规矩也不会急于这一时半会儿，无论她是真求和还是假求和，反正我这段时间都要往外跑的，少见面就好了嘛。你用不用这么委曲求全呢？你小毛头的气势呢？我也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。师傅说没有事事顺心的好事，若是遇着不顺心的时候，就去找点顺心的事干，心情好了就什么都好了。所以嘛，我们干点别的事去吧。内宅那点事儿自有明白人去做，我不够明白。无需明白，一力降世会。秋离手掌轻托，桌上的茶壶往上悬浮，随着秋离的动作移动，给3个杯子倒满茶，然后稳稳地落回桌上。虚空控物，祝长乐和定定对望一眼，都有些呆了。这人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？秋离，你练的功是不是能让你永葆青春啊？长生不老术，该不会我应该叫你祖师爷？秋离一扇子敲在长乐头上。弟弟，快说说你摸着什么消息了？云北没有叫花子，我比你意外多了好不好？你当我之前一身泥是玩闹弄的？我是帮忙干活去了，消息嘛倒是也打探到了一些。快说，别磨叽。我在街上找了一圈，没找着人就往周边去了，看到一堆人还以为有热闹呢，结果是在种菜，那菜我没见过。听他们那说法，也不是为了吃才种的，你猜是干什么的？换钱？再猜。你痛快点跟我说。酒。我就是我漏了什么？云北穷得要死，都吃糠吃蔬的活着了，哪里还有粮食酿酒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见过那种菜？你猜。丁丁，被人反杀的滋味怎么样？确实是酿酒，用那菜的根茎。顾安唯一会从云北买的东西就是这个酒，注意啊，是他们来买。他们要是敢运出去卖的话，在2县交接那地方一坛都留不下。这可比我不要脸多了。何况他们一度来抢过这菜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菜在顾安这么小心照看都长不好，后来才死心给云北留下了这条生路。所谓生路，就是让他们留一口气活着吧。价钱几何？一坛10斤，30文。30文？卖多少年了？这个倒是没问，10年、20年、50年也未尝没可能。好样的，这事儿定定你帮我记着，回头啊，咱们找大哥帮忙算算账，就按市价来算，他顾安要补我云北多少银子，这事儿才能过得去。放心，记牢了。我头一回见着一个县把另一个县往死里这么欺负的。国弱罢了。云北如今只有一个码头可用。对，我去过那个码头了。据说云北只有那一个码头，可是云北靠海啊，怎么会只有一个码头呢？其他地方都被他们自己毁了。我去其中一处看过，不但毁了，他们还用竹子连接起来，在离岸70步左右的海里设了障碍，让船只进不来。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吗？云北县城罗定，就是现在那位。在我设想中，县城是坏蛋，需要我爹爹收拾的。你当时在看话本呢？我知道了。说，打谁？你，秋离。进入云北后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是一直说不出来。现在我知道了。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码头上那个老婆婆说没有坏人？
秋离点了点头。穷生奸计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等等这些话千古流传，自然是有它的道理。我也见识过，可云北都穷得快活不下去了，这里的人却没有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，他们互相之间甚至还挺信任的。就像那个老婆婆，她没有才落了白会有危险的担心，码头上那么多人，她首先说的是没有坏人，而且那些人也确实是在保护她，以为她受了欺负，扔了东西就跑过来了。秋离再次点了点头。我明明都表示银子是给老婆婆的，她却只要了100文，很可能对她来说，那已经开了个非常高的价，已经是宰我这个外地人了。穷却不贪。爹爹啊，捡到好百姓了。你才了解了这么一点点，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了？说不定他们早就认出你了，所以不敢谈你的呢。又或者是有人要做给你爹看呢？那也是你爹。我爹，地方就这么大，我们一进入云北地界，可能就被盯上了，也未可知啊。你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还有打听到别的吗？我上午就去了那2个地方，没有叫花子给我用，我没了消息来源啊。能让一个穷地方没有叫花子，这个县城有点了不起啊。不知道爹爹和他相处的怎么样？哎，定定，有没有觉得这里更好玩啦？定定嘿嘿笑了笑，好玩极了。他都迫不及待想把云北摸清楚，看看究竟那里是什么个情况。下午啊，咱们养精蓄锐，晚上行动。没带地图，这样，定定，你南我北，凤姑西，秋离你东，咱们啊去探探底，主要看看厨房、地窖那些地方，富户家多翻翻。秋离满心拒绝，在祝长乐的视线下，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。月黑风高夜，4人从各自屋里出来，变了变方向后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走了。是。我没那么快好，白日里昏睡的时候多，若有紧急情况，可向长乐汇报，让他做主。主子，大夫说了，您只要好好养着，等身体缓过来就好了。四小姐千万可靠得住，可手里这些事千头万绪，线头都在您手里。四小姐便是再聪慧，也未必就能管得过来。交代你一声以防万一罢了。这些事但凡有可能，我都不希望落在他头上。你莫小看了长乐，他若有心，可以做得很好。只是他心不在此，我也不想用这些将他羁绊住。做大侠是他的愿望，那条路也可以走得更痛快。是。云北情况特殊，生面孔少，初来乍到必会被人留意，吩咐下去，非是必要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回来时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定定正要说话，秋离抬手阻止。很快他们也听到了外边的脚步声。四小姐。左清，大哥他不是，您别急，大公子没有发热，早些时候就睡了，徐正守着。大公子之前让厨房准备了些吃的，供四小姐和您的朋友垫垫肚子。大哥最好了。大哥还有什么交代吗？左清想到大公子的那些话，最终还是摇头，没到那一步便也无需说。行，你回吧，记着我大哥身边一定不能离人。是。大哥就是太操心，事无巨细的。咱们先吃，别浪费了我大哥的心意。凤姑给几人倒了酒，她从来不是仆，只是将自己放在了仆的位置。好吃。我觉得这地方水土真好，这菜比别地儿吃着好吃。还有那个盐豆子，我太喜欢吃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就这么好吃。再想想你说的那个只能在云北种活的菜，这地方难道水土真有什么特别的？盐豆子好吃是因为盐？对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，他们有在海边晒盐，我当时找人问，他们挺提防我的，我话还没说完就跑了。好像听师傅说过，并不是只有井盐，不过旁的不是说很苦吗？而且我还记得盐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。这个秋离你知不知道啊？不允许。我有一点点没证据的联想，你们等我一下。他说完跑得快，回来的也快，手里抱着个罐子。在自己家里当贼，你懂什么？灶房一直是我的禁地，我娘都不许我去的，主子也不许。凤姑，我和你讲了，那都是过去了。改明儿啊，我去烤个鱼，一定让你惊为天人，吃了还想吃。明天啊，我烤鱼给你吃，不给他们吃。我呢？祝长乐，你会不会太没良心了点？没我的份？定定，你好烦！我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把你落下了？不苦。定定赶紧也沾了点送进嘴里，确实不苦。
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朝堂要是知道了，别说朝堂知道了，那些盐商就能把这地儿给吞了。等等，这不对呀！云北靠着这个就可以翻身啊，到时候多少利益方得抢着地方，他们又怎会再受着水寇之苦呢？禁盐，这是禁盐？那我的联想就没了。你什么联想？哎呀，算了，本来就没什么证据。云北人基本出不去，也买不起盐，既然靠海而居，打一打自己晒盐的主意也是正常。凤姑，你再帮我跑一趟，去几户人家弄点盐回来。好。凤姑点头离开。那个混乱地带简直像是专为云北而生，谁进来了谁出去了，他们应该是最清楚的。那里现在是被顾安掌控的吧？8、9不离10，他们就是要把云北卡在这儿，既是保护他们的屏障，也是他们的后花园。顾安的知县真他娘的不是好东西。这倒未必全是知县干的事儿，知县会调任，会高升，不可能一直在固守一个地方。真正一直不动的是当地的那些豪绅大族。不过这个不重要，我更好奇的是云北历任知县是什么样的。若有治盐的法子，他们不论是为名还是为利，都应该想办法呈上去才对。便是在云北没门路没机会，离开后也该有了呀。可现实摆在眼前，云北还是丫鬟养的，没人理会，也就是说明这事儿外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。就不能是那盐只是百姓自己勉强用着，根本拿不出手？是有这个可能，我不是让凤姑拿盐去了吗？你不找茬能怎么样？会觉得吃大亏了。等待凤姑的时间里，两人你来我往的斗嘴，一如过去许多年。凤姑回来的极快，将5个纸包打开放在桌子上，除了秋离，几人都试了试，定定连连呸了几口，也没去掉那个苦味儿。苦还涩，这个味道有点不同，苦味和涩味都淡了些。是县城家的，另一个放的隐蔽，是放在明处的，和其他人家的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说明盐还能更好？祝长乐细细看着最后一包盐，白一些，颗粒也小一些。这个县城在我心里现在非常神秘。想想云北1年都没有知县了，这1年里一直是县城主政，说不定之前也有过没有知县的时候。他经营多年下来，外来的知县未必能斗得过他，说不定还是他给知县看什么，知县才能看到什么呢？县城是本地的，地方属官没有意外的话，好像是本地人。秋离，是这样吗？秋离点了点头。